第166章最年轻的二品炼药师，继续申请考核二品炼药师。萧炎的话语不仅让的弗兰克与奥托两人满脸呆滞，就是连一旁雪妹与林妃两女也是骤然顿住手上的动作，抬起头来，满脸惊愕的微张着诱人红唇，愣愣地望着石台中的少年。大厅之内，所有视线都是傻傻地盯着少年。如果说先前萧炎顺利通过一品炼药师的考核，让得他们心中充满惊叹的话，那么现在他的再次申请却是真正的让众人感到目瞪口呆了。19岁的一品炼药师虽然稀罕，不过在加玛帝国并不是仅有，可这19岁的二品炼药师那可是真正的凤毛麟角了啊！要知道，即使是加玛帝国内的丹王古河，在这个年龄时，那也不过刚刚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而已啊。如果萧炎今日真的顺利地通过了二品炼药师的考核，那岂不是说他日后的成就将会比丹王古河更加强大？天哪，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怪物从黑岩城炼药师公会崛起呢。大厅内众人面面相觑了一眼，旋即苦笑着轻声道：你这家伙可莫要太小看二品炼药师的考核条件了。想要通过二品炼药师的考核，不仅要炼制出二品的丹药，而且本身实力可必须达到斗师级别。斗师，你达到了？偏过头，林飞望着少年微笑的面孔，不由得皱着黛眉道：斗师吗？轻笑了笑。萧炎望着林飞那张美丽动人的俏脸，笑盈盈的道：我只是想试试而已，能不能过也没太大的关系。你真的想再次考核二品炼药师？望着那听了林飞的话后依然并未有丝毫放弃神色的萧炎，弗兰克与奥托对视了一眼，沉声询问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萧炎烧了烧头，笑着道：你有几分把握？奥托的脸色此时也是略微有些凝重，如果面前的这小家伙真的通过了二品炼药师考核，那可是一个有些了不得的人才啊，说不定日后的加玛帝国炼药界将会出一个比丹王古河更强横的炼药师，这对于帝国的炼药界来说可无疑是一个颇为轰动的大消息啊。5分吧。萧炎抿了抿嘴，再分析了一下他对炼制二品丹药的成功率之后，这才报了一个数据。由于怕将话说得太慢，所以萧炎的数据略微有些保守。然而即使这数据在萧炎心中有些保守，可当他报出之后，奥托与弗兰克身体依然同时的微微震了震，而其他的一些人则更是脸色微变。炼制二品的丹药有着不小的失败率，即使现在在场的一些炼药师，那也不敢打包票的说自己炼制二品丹药能够达到50%以上的成功率。然而面前的少年却是脸带笑容的说出了这话，顿时大厅内的几位二品炼药师心中斗师掠过一抹质疑，显然他们对萧炎所说并不是太过相信，即使他拥有那种有些奇异的火焰。5分，心中喃喃了一声，雪妹微微偏过头，望着石台内部少年那心长的身子，不由得在心头轻声道：这家伙是不是有些太猖狂了？怎样，能继续考核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便算了吧，反正我只是在黑岩城暂时的停留，如果有机会下次再去别的地方吧。瞧得那没有硬化的弗兰克与奥托，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说道：等等。听得萧炎这话，弗兰克急忙道：开玩笑，这可是一个能够让黑岩城炼药师公会在同行面前露面的大好时机，所以他可不会让萧炎跑到别的城市去考核，那样岂不是白白的将这个机会送给了别人吗？来人，立刻准备二品炼药师的考核程序。再次与奥托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一抹兴奋。弗兰克手掌一挥，轻喝道：闻言，身后的几名炼药师赶忙出列，然后快步走进大厅的一处侧门之内，在那侧门之外写有二品炼药师考核场的字样。好，我就让你接着考核，小家伙，你可千万别忽悠我们两个老家伙啊。拍了拍手，弗兰克转头对着萧炎笑道：我尽力吧。对了，听说通过考核之后，并且在工会登记，就能够享受到一些工会的特权。萧炎走出石台，笑问道：呵呵，没错，炼药师炼制丹药总需要一些千奇百怪的奇珍异草，而一个人又不可能每天四处奔波将这些东西收集齐全，所以
如果你在我们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登记之后，便能享受到一种交换的权利，比如说你炼制某种丹药缺少一种药材，而别的炼药师手中正好有这种药材，那么在双方心甘情愿的情况下，我们公会可以替你们完成交易。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必须拿出让对方满意的交易物品。弗兰克点了点头，笑眯眯的道：当然，你的品阶越高，能够享受到的权利则越多，所以为了能够在别人手中不受任何阻碍的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那么你便要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品阶。真是不错的东西。萧炎脸庞上略微有些喜意的点了点头。炼药师公会的这一措施无疑会让很多炼药师省去四处奔波的时间，而正好他此时手中便缺少一些极其缺乏的东西。等将考核通过之后，一定要让弗兰克帮忙查上一查，如果别人真有的话，那可是竭尽全力的要交换过来。好了，二品炼药师的审核已经设置完毕，跟我来吧。偏过头，弗兰克望着那从小屋中陆续走出来的几名炼药师，见到他们对着自己点头后，方才笑道：萧炎点了点头，然后紧跟着弗兰克对着小屋行去，后面的奥拓也是紧随其上。在他进门的时候，却是转身对着外面伸长着脖子的众人笑道：二品炼药师的审核不同一品炼药师，所以你们不能随便进入，就在外面等等吧，很快就会有答案了。老师，让我进去看看吗？听到奥拓这话，林飞俏脸一急，冲上来拉着奥拓的袖子撒娇道：这是炼药师公会一直以来的规矩，我也没办法，你就在外面等等吧。无奈地摇了摇头，奥拓袖袍轻震，便是将林飞震得小退了一步，然后飞快地钻进门后，将门砰的一声关得死死的。哼，有什么了不起，不看就不看吗？望着关得死死的大门，林飞娇哼了一声，不满地嘟囔道。转过身来，林飞望着那俏脸古井无波般的雪妹，走过去了几步，然后在她身边低声道：你说那家伙能不能成功？我怎知道？他先前不是说了吗？5成的把握，这似乎算是不错了吧。瞟了一眼身旁的林飞，雪妹淡淡的道。林飞撇了撇嘴，娇躯一跃，坐在石台之上，那在紫色裙袍下露出的长腿微微晃荡起一条雪白诱人的弧线，让得大厅内的某些男人目光忍不住地飘了过来。哎，还以为我们2年时间能够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想到这忽然冒出来的家伙更变态，年龄比我们小也就罢了，可竟然还有资格考核2品炼药师，这也太打击人了吧。偏过头，林飞望着这竞争了好几年的对手，无奈的道。闻言，雪妹淡淡的脸色也是浮现一抹别样的意味，轻叹了一声，低声道：的确挺打击人的。当初你不是说在这黑岩城的年轻一辈没人能超越你吗？现在人出现了，我记得你当初说的似乎是裴。乌黑的眼珠转了转，林飞忽然道：抱歉，他并不是黑岩城的人。俏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旋即美眸中掠过一抹狡黠。雪妹冲着林飞嫣然笑道：算你狠。轻哼了一声，林飞玉手掠过额前的青丝，笑道：不过以这家伙的天赋，你配他也并不掉身价。虽然你的老师是黑岩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可你也要知道，能教导出这么变态的学生，那他的老师该会是如何的强悍。没兴趣，你喜欢便自己上吧。奥托大师不也是和我老师齐名的著名炼药师吗？而且你父亲还是黑岩城的城主。雪妹微笑道，平淡的话语却是让得一旁的林飞银牙紧咬。切，追我的人在黑岩城都排到城外30里去了，我才没那闲情去玩倒贴。娇俏地翻了翻白眼，林飞娇笑道。淡淡的笑了笑，雪妹柳眉微挑，目光转向大门处，玉手悄悄地紧握了起来，轻声道：他们出来了，审核结束了。闻言，林飞精神也是一震，赶忙将目光投向大门处。木门随着嘎吱声被缓缓地拉了开来，弗兰克与奥托率先走出，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轻叹着摇了摇头。见到两人这模样，林飞与雪妹眉头微皱，失败了。这小家伙的炼药天赋实在是精彩绝艳，不佩服不行啊。
抬起头来，弗兰克摊了摊手，笑道：“看来我们黑岩城炼药师工会会出一名近100多年来最年轻的2品炼药师了。”